迪丽热巴旗袍惊艳，安慕希代言掀东方美学浪潮。迪丽热巴的旗袍造型引爆全网，将东方美学刻进骨子里。从争议中沉淀，她用实力证明美是多元的。这次与安慕希的强强联手，不仅颠覆形象，更掀起文化融合的新风潮。我的天哪，迪丽热巴这女人是来杀我的吧？就在前几天，我正瘫在沙发上，手机刷的眼皮子都快打架了。结果呢？屏幕上突然跳出来几张照片，我直接从沙发上弹起来，那感觉就像是平地一声雷，脑子里嗡嗡作响，就剩一个念头：这女人简直是奇迹。没错，说的就是最近迪丽热巴为安慕希拍的那组旗袍代言照。我跟你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代言照，那是迪丽热巴披着旗袍来给咱凡人上课来了，一整个美到心肝颤，直接把绝美这俩字焊死在她身上，谁反驳跟谁急。这年头看明星跟看流水线似的，个个都美，但看多了也就那样了，审美疲劳早就焊死在我脑子里。可迪丽热巴这一出，直接给我来了个强制刷新。我当时对着屏幕，简直要发出我人没了的感叹，心里琢磨着，这姐们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怎么能把一个转身玩出这么大动静？说起迪丽热巴，大家伙儿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来的，大多是那个高大、年轻、自带异域风情的浓颜系美人。她可以是《三生三世》里鬼马精灵的凤九，也可以是《长歌行》里英姿飒爽的李长歌，红毯上更是女王范十足，艳压群芳那都是家常便饭。她的美是那种带着点攻击性、明艳的让人挪不开眼、充满力量感的。可你们还记得前几年关于她的美貌焦虑吗？那时候网上可不是现在这样一边倒的赞美，好多声音都在说她美则美矣，但风格单一，甚至有人质疑她的演技，觉得她一直在舒适圈里打转。那会儿她就像站在一个人生十字路口，前有追兵，后有堵截，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看得我都替她捏把汗。不过话说回来，成年人的世界里哪有什么圣诞老人啊，一切都得自己亲手去拼。迪丽热巴显然深谙此道，她没选择逃避，而是选择沉淀，选择用作品说话，选择不断尝试和突破。从《你是我的荣耀》里那个自信独立的乔晶晶，到如今这组旗袍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艺人如何在流量和争议的夹缝中努力寻找并塑造自己的独特价值。这可不是什么整容即变身，这叫升华。他没把自己推倒重来，反而在老底子上又挖出一条金光大道，这才是真本事啊！这次的安慕希代言照绝不是简单的换身衣服那么肤浅，它背后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深致敬，对品牌调性的精准拿捏，更是一次对迪丽热巴个人魅力的深度挖掘。照片里，她身着一袭剪裁得体的旗袍，或倚窗而立，眼神流转间尽显妩媚，或手持团扇，眉眼低垂，将东方女性那种含蓄又风情万种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旗袍的材质，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丝绸的柔滑与光泽，颜色也并非大红大紫，而是选择了带青、烟粉这种沉静雅致的色调，跟背景的古典园林或雅致茶室简直是绝配。每一个细节，从发髻的盘扣到指尖的甲油，都透着一种不张扬却极致的精致。这是一种高级的性感，不是那种恨不得把荷尔蒙喷你一脸的外放，而是骨子里透出来的风情和故事感，让人回味无穷，简直是把东方美学这4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当然，总有人酸溜溜地说，旗袍吗？谁穿都好看。双引号，这话我可不爱听。能把旗袍穿出绝美2字，并且让人破防的，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背后是迪丽热巴对角色和造型的理解力，更是她个人气质与旗袍文化的一种奇妙碰撞。
旗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承载着100年历史的沉浮与变迁。它曾是民国名媛的时尚符号，也曾是电影里风情万种的记忆。它既有窄窄的开叉，包裹着女性曼妙的曲线的性感，也有立领盘扣，展现东方女性的端庄的内敛。而迪丽热巴，一个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姑娘，穿上这件汉族传统服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对话。这不仅是她个人风格的拓展，更是在无形中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做了一次生动的诠释。这种跨越民族的融合之美，无疑是这次大变身最深层的魅力所在，也让迪丽热巴旗袍这个词一下子火遍全网。从品牌的角度来看，安慕希这次的营销策略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聪明的让人想给他们点赞。他们没走寻常路，没选迪丽热巴惯常的甜美少女或霸气御姐形象，而是大胆尝试了这种带有浓郁文化气息的风格。这无疑是一次精准的文化牌。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品牌要想脱颖而出，除了明星效应，更需要有深度的内容和情感连接。旗袍作为一个自带流量和话题度的文化符号，与迪丽热巴的强联合，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根据我这边八卦小分队其实是数据分析团队搜集到的情报，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和讨论量，那简直是做了火箭，蹭的往上涨，甚至连带着旗袍穿搭和东方美学这些关键词的搜索热度都跟着飙升。这说明啥？说明大家伙不光看脸，更看重品牌所传达的那么点儿文化味儿和故事感。安慕希这波简直是赢麻了，赢得漂亮，赢得有深度。嗨，你懂的，总有那么些键盘侠，看啥都得找茬。这不，又有人跳出来阴阳怪气，这算不算刻板印象啊？新疆姑娘穿旗袍，是不是文化挪用啊？双引号，我听了就想翻白眼，拜托，咱能别这么上纲上线吗？美是共通的，文化是流动的，这道理难道还需要我掰开了揉碎了讲吗？一个民族的服饰能被不同民族的人所喜爱和演绎，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和包容。与其纠结于这些细枝末节，不如去欣赏这份美，去感受这份文化融合带来的新鲜感和冲击感。就像当年巩俐在戛纳电影节上一袭旗袍惊艳世界，谁会去问她是不是汉族人？又比如，我们看 NBA 球星穿唐装过春节，谁会觉得是文化挪用？反而觉得挺酷，挺有意思的。迪丽热巴用她的方式展现了旗袍的另一种可能，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服饰的魅力，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有时候网友就像放大镜，专盯着别人家的芝麻，却对自家西瓜视而不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在我看来，这次的旗袍大变身，不仅是迪丽热巴个人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高光时刻，更是对整个娱乐圈审美风向的一次温柔提醒。在这个白幼瘦审美还没完全退潮的当下，迪丽热巴用她独特的浓颜系优势，结合旗袍的东方韵味，告诉大家，美是多元的，美是包容的，美是可以跨越界限的。她打破了单一的审美标准，让更多人意识到，原来美可以有这么多层次，这么多可能性。这种大胆的尝试和成功，就像在娱乐圈这片审美同质化的海洋里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了涟漪，也许会带来一股新的审美潮流，让更多艺人敢于跳出舒适圈，去探索自己身上更深层次的魅力。这不就是我们最期待看到的吗？一个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惊喜的娱乐圈，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粘贴。所以，下次再有明星敢于挑战自我，玩出新花样，咱们是不是也该多给点掌声，少点放大镜呢？毕竟，美从来就不该只有一种样子。